好，民进党选举到了，要开始发钱，老农年金1万，最早3000呐，老人3000，要调到1万。那现在呢，国民年金5000，大家很高兴，176万人可以得到从涨到5000块最早的时候，乡村真的都是国民党的天下，那些农业县市，民进党怎么可能打进去呢？民进党在都会区可以，因为有一些理念啊，一些人反对啊等等乡村怎么可能是民进党呢？许信良当民进党主席，3000块每个人，3000块，3000块有用吗？太有用了，太有用了。农村那些老人说：“哎呀，我囝都没这样的友好，民进党一人还3000，翻盘了，立刻就翻盘了，怎么会没有用呢？所以呢，食髓知味，赶快调而且立法院你赶快给我审，因为呢我们要涨价了，你不给就不给这人176万人呢，不给另外还有老农年金50万好像50万吧。那另外呢，行政院重申，在国会辩论就好了，没必算都能被实质审查，干嘛搞什么电视辩论另外呢，因为蓝白要放行那个跟民生有关的 TPS 这些预算，民进党说只有2.4%，所以呢100%减2.4%，97.6%也被阻挡赶快放，不要这个挑三拣四又不是自助餐所以钟嘉宾这个书记长、干事长就说呢，国会是最大政策辩论平台，赶快把这个预算来复委审查黄国昌就说，那你是龟缩掉了嘛？民进党就说你是跳梁小丑，为什么叫我们是龟缩那另外呢，这昨天因为弹劾我们在立法院赖清德不来嘛，所以他们就用一个人情立牌讽刺赖清德缺席然后呢，罗志祥说你既然喊战又不敢战，那搞什么鬼那另外呢，这个陈建辉委员陈委员也说呢，说是消失的总统，本来总统该来，到底为什么暴露了偏执与懦弱徐巧芯也说说呢，赖清德是政治毒瘤，不是免洗快着容态，就是说现在的行政长因为不需要立法同意，像选举快一样用丢过了就可以丢掉，不想用就不用了所以真正幕后的、真正主导者还是总统了。我们看一下，卓院长是讲干就是讲干，不要装吕布嘛。被行政院长卓荣泰下战帖，能不接招吗？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解释，没有啦，卓奎说的辩论帖在国会，下战帖的是你，结果呢，不敢站的也是你，搞得我们很乱那就不要下战帖。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就是辩论不是废话，那你装什么勇敢呢？连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都接招，比照大选规模，由各大电视台办理辩论，呛卓奎龟缩，不然换赖总统上阵也行。题目也可加上1.25兆国防预算，如果赖政府被认为有道理，民众党8席立委无条件支持。在野党接招了以后，反而自己选择龟缩躲起来。这到底是哪招？我真的完全看不懂。但绿营质疑蓝白为何要花钱办电视辩论？立法院不就是免费辩论又直播的地方吗？国会呢，就是最大的政策辩论平台。那事实上呢，我们在立法院辩论预算也不会只有3场。不会只有党团干部可以上场而已，只要明天立法院呢将总预算复委，那么最快呢下周在国会我们就可以就总预算来展开辩论。朝野为了卓奎发了又收的辩论帖吵翻天，但本该被关注的总预算在此失焦。魏亮君，这个我想卓院长所提到的辩论我想最清楚明白的就是这些预算如果辞职复委了，那接下来当然整个立法院爱怎么变大家都来变嘛，对不对？我们政院要来去做说明，官员做说明，然后立法委员依职权来提出质疑跟质询跟讨论，在这个询答的过程当中，认为不合理的，反正全民这个国会频道也都有直播，全民都可以检视嘛，所以我觉得去纠结说这个要办什么辩论会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枝枝节节的事情啦，重点还是回到这个国会里面的现在预算的实质审查。到底该怎么处理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闹了因为我们看到说，像台北市议会我们在礼拜2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预算都已经3读通过了那当然有些大家有不同意见的，在礼拜2也大家都直接表决那所以呢，认为有问题的认为这些实质的内容不合理的编列浮编的、滥编的，那就
大家到委员会里面，进到院会里面，大家要删要动，这就是像上一次一样这样处理嘛？那你整个预算挡在门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再突然讲说，哦，那有民生的哈，譬如说像 T-Pass， 然后这些跟民生相关的，那我们再拉出来，然后先来处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其实现在哦，我们在这个地方上，但现在也到了岁末年终哦，很多的尾牙场合哦，其实也遇到一般的民众哦，大家对于这个国会的乱象其实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个反感，当然我觉得这不管是在蓝、在绿、在白哦，大家其实都已经觉得非常厌烦了。大家希望的是说，你就把预算送到委员会里面去，行政团队要辩护，我们来辩护；在野党要质疑，大家来质疑，而不是整个僵局卡在那里，然后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民生会受到影响了，那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哦？那再来就是说，怎么行政院敢叫板又不敢站啊哈？但我觉得到底谁才不敢站呢哈？今天当然这个立法院在野党提出说要弹劾总统哦，那大家都知道弹劾总统实际上你要通过根本是不可能嘛，这在票数的现实上就是这样嘛。那所以国会它还有另外一个权利啊，它可以倒阁啊，那又不倒阁，你们对整个行政团队有这么多的意见，对卓荣泰有这么多的意见，又不倒阁，那所以现在大家讲在这里，到底是谁喊战又不敢战呢？来，蓝轩怎么看？为什么不敢倒戈？倒戈，我就说，其实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次了，所以现在有点鬼打墙了啊。因为呢，因为有关于要不要倒戈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呢，讲到这个什么不附属啦、不执行，那个时候就已经讲过一次了嘛啊。那个时候其实很明显嘛，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是他们呛说，那我们来倒戈。那我已经倒了一个卓荣泰，然后因为现在行政院长只是一个执行长而已嘛，他几乎已经不成为我们当初修宪成一个所谓的双手掌制，甚至还有说所谓的换轨。那中间最熟悉了，现在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换轨的概念了。那所以呢，就变成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同意权，没有立法院的同意权，所以就变成说你总统爱提谁就提谁，那总统就提了一个听话的人，所以今天你换了一个卓荣泰，就换了一个再来一个施荣泰，再来一个陈荣泰，再来一个这个王荣泰，再来一个赵荣泰，再来一个蓝荣泰，你导这个没有意义啦，就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你目前当然也知道，因为他顺着他整个逻辑，我觉得民进党的逻辑，我觉得民进党目前最大的败笔，虽然我相信他的支持者应该还是非常的坚定支持他了啊，但他的支持可能需要透过呢两岸的操作以及意识形态，就你发现最近很多意识形态跟操作的话题又重新再出笼了，因为这部分啊，你用这个去巩固它，因为其他的我认为都已经看懂了民进党的套路了。你上次去年的大罢免就是这个意思嘛，大罢免等于几乎是一个另类的解散国会，我选完了。我不服气，我输了，所以我要再选一次。怎么这样再选一次呢？翻遍了所有的法条啊！我可以想办法呢来罢免你，我就一个一个罢免。所以呢，通通加起来，坦白讲，也30几个人要罢免，那不基本上已经是解散国会了吗？好，所以呢，你基本上另类的解散国会，你已经解散过一次了。不成嘛，不是吗？不成，我觉得这个重点32-0不成，不成之后呢，再想办法啊，再翻遍了所有的法条，哎呀。你倒戈，我就可以解散国会，再来一次。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要几次才满意？就所谓的民主制度有这个样子的吗？选举制选完了，结果你接受，然后呢4年后再选，不是吗？就这个意思嘛。那你今天4年后你不接受，4年后再选，你每一年都要来一次。今年大罢免，明年倒戈，加上解散国会，后年再跟你什么地方选举，就是你每一年都要选到你赢才叫做。这个你满意了，所以这叫做民主制度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坦白讲，现在民进党经常就是说，可能也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大内宣了啊，就是他们的一个话术，所以说到最后呢，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都说，哎呀，那你来嘛，你来倒戈嘛。拜托一点，我真的觉得台湾够乱了。你可以不要添乱，最好不要添乱。你不能好好的依照目前的游戏规则，大家去审查。坦白讲，我觉得在野党也是啊。如果说今天这个执政党真的给你通过了军人的、警察的相关的这些加薪的条款之后，你如果在野党你在背阁，那大家来公审嘛，大家来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在野党干嘛？你非要党不可吗？这就是这个样子。所谓的老百姓厌烦的是厌烦在这里。但是真正的一开始，你这个结，你说这个僵局总有一个要谁先让嘛？你不能说你执政党你都不让。今天那个卓荣泰在讲到有关于这个总预算说要辩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话内容讲的也是非常匪夷所思。他说呢，总预算的话呢，怎么可以延宕？怎么可以分割？总预算不能分割哦，就你提出来的，通通要过就是了，不能够一项不过。一项不过就叫分割，
你说先通过7 pass 是有利于民生福祉的，我们先过好了，其他的意识形态的比较僵局再来讨论，不能这个叫做分割，有这种道理吗？我们的宪法赋予立法委员审预算的权利是说你要要么就通过，要不然就通不过，是这个意思吗？有这个道理吗？这叫做零和游戏吧？这不叫宪法规定你立法院的职权吧？你当然是有些过，有些不过，有些不会。预算的功能在于我借由删除或保留，表达我对于你施政的计划的满意或不满意。我今天删你，你回去改到我满意为止。这是立法院的权责，这个叫监督嘛。你说都不能删，不能够延，不能够分割，那所以要不然的话就要辩论，那现在又不辩论，所以我得说，总统他的脑袋有洞，我只能说他的脑袋有洞。我觉得他才法律系的呢，我实在觉得总统泰这一次的表现，一讲到最后啊，已经战狼到也不知所云，就是他徒有他的姿态，徒有他的立场，但是内容不知所云，说不出一个法律的道理来，说不出一个政治逻辑来，更不用说不像过去的总统泰，就那么简单。我常常觉得这个政治改革要去学别人，要学就好好的学，不要学个半吊子。我们现在这个修宪，这是一个半吊子。要不然就是总统制嘛，要不然就是内阁制嘛，搞了这个什么半总统制，半总统制原来的想法，最早的时候呢，你行政院长还要立法院同意，所以至少有给他一个间接民意，现在也不需要了，我爱用行政就用，我不想把它换掉，随时可以，行政院长一点民意基础都没有，连间接民意基础都没有。那好吧，照理讲你学法国也要换轨啊，什么叫换轨呢？就是如果总统是假党。那国会是以党占多数，你总理你就必须要是以党推荐的总理，支持的总理，这叫换轨。现在也不换了，总统是哪一党，行政院非用他的人不可，管你立法院怎么样，就搞得这么混乱。所以整个的这个去学人家常常都学这种一半，这边抽一点，那边抽一点。所以我讲说，要不然就是总统制，要不然就是内阁制。现在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啊，搞得目前的天下大乱，就是这个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书记长陈培宇跟他律师今天到地检署按铃申告，申告什么呢？说黄国昌这个泄密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那因为之前已经有人告过了，有候选人要告了所以呢，北检说并案办，放在一起来告，都一起告，告了一起办理那民进党是说呢，国家安全不容以不小心为由越界。什么叫不小心呢？不小心夹带走，不小心不行。而且你出去1分多，有1分15秒，有42秒呢，监视器拍不到，所以呢，你足以来翻拍，都告不成的啦，这都是只是这个动作。为什么？你罪行法定，你要有证据嘛，你要证据，他的确翻拍了，不但翻拍，就把这个拍的也给共产党了，给共匪了，这才算啊，否则的话你怎么告得成呢？反正就是羞辱你就是的。来，徐普到底怎样？其实我觉得刚才赵大哥也讲得很清楚了，你说违反了国安法，你要有具体的事证嘛？这42秒，这好像是他们调了监视器，如获至宝，想到终于可以转移焦点，因为黄国昌是去了美国，然后讲说，其实美方并对1.25兆军购不是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国防部正巧就来报告了，这个提出问题的人现在没办法去解决问题，就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嘛，所以用这42秒，可是我觉得很荒谬，这有点跟大罢免时期那个来怎么样。现在开始你看到很多的利用这种媒体，然后报道，然后还有什么政论节目，开始那边42秒怎么可以拍几张？我真的觉得非常弱智，这是非常非常 low 的这个做法。然后想说这个就是黄国昌在这42秒里面就拍了多少张，我觉得非常荒谬了。这个已经是就像梁文杰这样讲的，就是说有罪推定，未来不管怎么样一定会不起诉不起诉。但是黄国昌就留下印象，就是说他就是在偷拍。那我先讲这国安法去办这件事情，这也不是黄国昌第一次被国安法说去按铃申告，第一次是黄义川嘛，他自己违规红灯右转，然后说有人跟踪他，然后就说这个就是黄国昌违反国安法，这个连结非常非常薄弱。那第二次现在又是陈培宇来告，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第一个要人家封口，可是黄国昌是不会封口，他只是要你去跑。不断的去出庭去作证等等，去消耗你这个。可是你要讲说真的啦，这个真的是一个双面的照妖镜。过去
谁在这个国防军事委员会里面，这个外交委员会里面，王定宇常常会喜欢打卡拍照啊，他常常会经营社群啊。过去也常常被陈以信讲过，说什么他去法国的外交的机密行程当成旅游团在到处打卡拍照，这有没有违反国防的机密这个问题，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真正确他是泄露了国防机密的是他泄露中科院在改良飞弹的这个状况，也把它 po 到他的脸书上面，这个是国防外交的专业的委员自己在泄露的嘛？那另外一个吴钊燮的例子啊，这个府院党出了共谍，那吴钊燮到底办得怎么样？到底有没有引咎辞职的这些事情？这个也是这个都是一个国安的问题，为什么都没有处理？我最后讲到一点就是说你不要说现在在打卡拍照，我要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真的还好，要不然他差点会被国安法办，或者被泄露机密办。大家记不记得在疫情期间 ，BNT 那时候也是一个大家会觉得黑箱的时候，然后也是弄一个秘密会议，说什么疫苗保密协定这样子，结果呢不能拍照，不能抄录，结果那蒋万安凭着他的记忆力，然后后来回到他的办公室默写出来，然后不是民进党后来也是大呼小叫说，你怎么可以泄露机密等等，大家才看到这个原来的机密其实都是用一个黑箱来作为掩盖的借口了。那我想讲黄国昌的记忆力也不错啊，那未来是不是如果黄国昌真的记得起来这些事情，然后默写出来，那他也变成一个思想犯了呢？南君。我想这个到底这42秒当中，黄国昌委员这个资料到底有没有去做翻拍，或者是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行为？我想接下来进到司法里面会去查清楚，因为包含这些立法院的监视器等等，因为监视器没有办法公开嘛，哈，那但是呢，其他的委员其实都有去向立法院调阅哦。那这个调阅的结果进到司法之后，我想相关单位都会来审视哦。那大家觉得比较奇怪的是说，就是当黄委员要离开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带出去的时候，他说他不小心的，可是实际上在现场大家所看到的状况是，大家发现有机密资料有委员带走了，然后议事人员才冲出去把他追回来哦，所以就说到底这个是自己缴交回去的，对，他是自己回去的，但是在现场的状况就不是这样嘛，因为现场的委员所讲的不是这样，这样子，委员所讲的跟画面呈现的是不同的，对，所以我就说，那既然真实到底是什么？那现在进到司法嘛，今天大家提告嘛，有告发嘛，那真实状况是什么？反正进到司法里面就会来去厘清了哈。那当然这个其实到底有没有泄密，我觉得这都是其他比较这个枝微末节的事情了哈。重点还是在说。当然，这个民众党要提出自己的国防预算的特别条例，哈，这个各党团大家要自己提出自己的版本，我们都尊重了哈。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真的要尽快了哈。今天有听到最新消息，好像说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就有机会，民众党要来提出自己的版本哦。老实说，以我个人而言，我就乐观其成哦。各个党团，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版本，有觉得也不错的，你们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方案，你们更能接受的，大家一起摊出来，然后在立法院辩论嘛，大家一起谈不同的版本，大家来看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不要一直卡关在这里。好，到底黄国昌这案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周一上午10点40分左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手上拿着的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资料走出来。黄国昌说不到30秒就归还，但民进党立委们调阅监视器发现画面有空白。民进党立委们调阅画面之后，发现不在3楼监视器拍摄范围的42秒是不是就是楼梯间死角？因此他们质疑黄国昌是不是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已经拍摄完所有的国防机密资料。看到监视器画面的绿委陈培瑜说，黄国昌直到10点41分03秒才重新出现，并折返回楼梯，全程约1分15秒，其中没拍到的时间长达42秒。他就没有拿手机，他就很快速的，然后开始往这边移动。那走到楼梯口之后呢，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度，就直接丢下去。他们要去调录影带，那调完录影带了以后，陈柏阳是不是要道歉？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的？黄国昌强调，画面证明是自己主动缴回，但民进党也不满。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只允许申请入内观看，不能翻拍和复制，和之前民进党立委黄捷的开锁事件标准难道不一致？涉及民刑事案件，依规定的话，我们就是提供给司法机关。因为黄国昌被告发涉嫌违反国安法以及刑法，备检21号已完成分案。洪伟。我今天就有跟那个蓝轩说，礼拜1的那个秘密会议我本来想要去参加，可是后来我就问了一下马文君哈，那
第一个，因为我也担心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然后你又到进去。那时候马文君就回想，他说他当时就是被栽赃，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为了要打马文君，所以马文君在秘密会议里面打电话。好，说一边看资料一边打电话出去，好跟外面报告。可这事实上呢，就是一个栽赃。好，可是当时我记得也在选举的时候，马文君几乎是百口莫辩，哇，他们还怎么样，也是所有的政论节目，大家众口铄金一直讲，因为当时的秘密会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议员在现场啊，可能那时候没有国民党的议员在现场。好，所以他讲完之后，我就说啊，那我不要去了。那个因为马文君说他会再排一次那个专案报告，我说我不要去了，不然到时候就被他们栽赃了。结果在当天呢，就是礼拜一还不到中午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啊，黄国昌啊把机密文件带出去，然后开始就变成就是铺天盖地的泼脏水了。哦，这简直是我觉得我们那个礼拜一早上简直是神预言呢，因为我们当时说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结果没想到这次是发生在黄国昌的身上。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啊，因为呢我是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都在3楼，所以呢我就在国防外交委员会旁边啊，我们更接近那个楼梯，所以你看他出来，然后走下去，然后他现在说在那个楼梯间啊，他会不会拍啊？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委员会开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楼梯间是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几乎很难说我会就是他对，而且他担心到，因为大家错来错去，几乎你很难会有时间说你可以在那边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啊，这是其一。那第二，就说你今天。他刚刚讲说，中央来说，哎，你们可以看那个监视器，但是不要吸出。哇，他们又在骂。我请问一下，你要吸出干什么？吸出干什么？你不是就是要厘清到底黄国昌拿出去之后，到底什么时间？因为他说他是那个自己把它拿回来的，所以刚才亮君又说啊，他是那个被追回来的。老实说，所有民进党的委员指控黄国昌把机密资料带出去，没有一个人讲是说是被追回来的。我到底看什么王地宇啊什么呀？他没有这样讲。那他就说他自己把他带回来，但他们说哦，你带回来这段时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因为现在是要选举嘛，所以我看到民进党要选举的候选人抢先呢就去按铃控告了黄国昌，所以现在北检分案，现在北检在分案。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民进党党团再去做控告。所以他就变得，我真的觉得有种追杀的感觉。这个事情是非常好厘清的一件事情。那第二点，老实说，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所以我觉得我不去参加那个国防机密会议是对的，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有这个就是国防机密的预算？因为通常我们过去在台北市议会也参加过秘密会议，它是这样子，他会把它封起来，好，告诉你，哎，这就代表陈金辉你一份。王宏威一份，赵少康一份，到时候你要离开的时候，请你缴交回来。哎，我们那时候预算就是这样，自己袋子里。对，因为要确定你的东西有缴，这才叫机密嘛。而且很好笑的是哦，我们在立法院呢，我们3不50会接到机密资料，哇，里面也是包了好几层哦，限委员清开，然后要撕又撕又撕，这个都要层层的去。包覆它，而且这里面很多不是国防机密哦。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国防机密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每一个委员请他签名？出去的时候要告诉委员，你出去的时候，请你把它缴交回来，这才叫做机密会议嘛。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就这么轻易的又去等于说去指控一个委员说他泄露国防机密。你知道那个候选人就说，就要问黄国昌啊。啊，你拿走是不是要去跟习大大报告啊？你看到没有？又是这些话。那至于刚刚赵大哥说，哎呀，不会成立，我们也知道都不会成立。但是不要忘记啊，梁文杰的名言是什么？大家说国安法根本就是定罪率非常非常低。他说哦，法院没有判你有罪，不代表你没有罪哦。这就是民进党硬凹的说法。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土方到了什么地方？没地方到哦。那所以呢，运费也飙涨，甚至很多地方根本飙涨也没用，因为不知道去哪里啊。
那原来说纸本联单，现在要 GPS 还有电子联单。原来处理费呢，北部1800到2000，南部只要280到350，现在南部都要1000到2000块，北部3000到4500块。原来呢，建商的建筑工地不会受土方影响，现在惨了，土方发包不出去。地下室开挖一半卡，因为地下室挖要把土挖出来后到哪里去呢？没地方去了。所以影响到这个工程工期啊，发包都影响到而且呢，因为清运费暴涨，所以房价也会跟着涨。房价现在已经很高了，特别是呢，这个成本这个还有人工都涨价了。我那天问一个这个盖房子的建商，我说到底涨多少？他说涨5成以上，还没有算土方就以前已经涨那么多了所以呢，营造工会是说呢，土方没有地方去，会影响1000亿的工程所以政府呢是不是能够暂缓？但是也不能暂缓你土方丢哪里去呢？乱倒也不行啊。最早的时候在台北，他们到了淡水河边呢，后来严格取缔现在跑到乱七八糟什么农地啊、什么山谷里面去乱倒一通所以呢说可能会又出现天坑又出现呢这个建筑的品质受到影响。那总统泰说政府有责任解决，那赶快解决啊然后呢，营建署的官员就向台中市政府说，你们自己的大便自己收。那卢县呢就说内政部要道歉，讲这什么话那另外呢，这个国土署说他们现在有3个配套措施一个就是呢去化能量扩增，去的地方要找到，简化土方运送的流程 ，GPS 双轨开放小货车装 GPS 等等。你装来装去，你有地方到，最主要你要有地方到。你现在没有地方到，他赚10个 GPS 也没用啊那卢秀燕很不高兴。那何新存就说，你台北港、高雄港可以解决啊，为什么呢？这个台中港不能解决呢？那中部的建商也怒，你是不给我们粪坑，还叫我们自己擦屁股反正讲话都很难听了然后呢，这个高雄港有508公顷填海计划，可以消化3600万的营建土石。高雄最早有一个南星计划，那个时候我在环保所，他们这个有一个南星计划，我们也鼓励他们。南星计划就把就你自己看了，像日本，比如大阪机场是填土出来的，香港很多地方是填土出来的。但是填土的土要好了，你不能乱七八糟什么都往上填，那个土一定要够这个品质够的土了那说在台湾这种填海造地是一种方式了那好吧，那么现在你看这样的这乱七八糟，这怎么填呢？这就很难填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评论也说了，你反正就是国土署就国土真的好好利用，它也是资源把它当成粪土一样。那能不能到农地呢？环保团体说不可以到农地去，万一这个土里面有脏的东西或者有重金属这些东西有毒的东西，一到农地惨了就万劫不复了。内政部说我们从来没有宣布可以到农地去你总要给个地方嘛，到哪里去呢？我们看一下。我希望国土署内政部应该约束他的官员，向全国的营建业者以及建筑业者道歉。市政质询上对国土署很不客气，台中市长卢秀燕这么不满，全因2天前这场会议。国民党台中立委杨琼英要解决土方之乱，找来国土署和市府都发局以及港务公司3方开协调会。国土署官员会中建议，港务公司可提供台中港区内有一块约能容纳20万立方公尺的5公顷土地，但都发局打枪，认为那边只能提供约1个月的暂存需求。市府建议中央能成立短期的跨区域整合平台，不料国土署官员回自己的会务自己收，他们所挖出来的土方怎么会是秽物呢？所以政府应该有效的帮他们解决，而不是嫌弃他们。国土署对此不回应，但与会人士帮忙还价，当下情境是彼此在闲聊，这位官员的语气才会比较轻松。我最先协调各部会，积极的找出一块位于台中港区内5公顷左右的土地，来作为土石暂置之处。那台中市政府看起来好像不急，民众非常的急。土方之乱如今烧进台中市长选情，有意挑战宝座的人展现积极。蓝建辉，我刚刚就看到一个画面，是我跟柯志恩主委一起揭露的另类景点，叫做美浓大峡谷。就从那边开始，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了。对，你就会发现说，当时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土方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你就去挖。
再去回填废弃物，这个不法的获利都是2-3亿元以上。那当时不只是美浓大峡谷，还有高雄的码头山也是一样有废弃物的问题哈。所以我跟柯震主委也曾经跟许多议员开过这样子类似的协调会，觉得政府真的有必要透过好的手段来管理土方的去向啊、使用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中央政府的延宕，这个并非一朝一夕造成，因为根据刘世芳部长他自己就说了，近8年营建土方产出量成长75%，然后烂道土方的案件成长近3倍，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子的问题，却是烧到这样的时候才开始处理。那当然，为什么最近有这个土方之乱，是因为制度比较理想，可是实务上相距甚远，就真的可以达到有这个装 GPS 的车辆比较少一点。我们还是要渐进式，要完整的去配套它，因为许多这个业者就说法规一下子紧收，结果他们完全都跟不上嘛。那我觉得比较难过的就是全国目前量能都不足，中央的责任就是有必要去统筹不同县市的土方调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平台。可是你却看到这样子的会议，杨秋英委员其实也是很用心，因为台中港务公司是中央的嘛，他很多东西并不是地方政府就可以自己来处理的。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结果里面这个国土署营建管理组叫做李守仁组长就说出自己的叉叉自己收，面对土方的时候，你就会分你跟我。那过2天，国土署又改口说，中央跟地方已经凝聚共识了，透过跨局处来盘点土地，然后调度台中港等等的，协助最终的处置。那你说出这样一句话的这个组长，要不要出来出面道歉？因为我觉得意识形态融入到我们现在的质询里面，真的是很常见像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卫福部次长，我们在做这个托育专法的时候，中央得补助地方，中央应补助地方，他就是要把应改成得。那我说奇怪，地方政府又没有说不做，那你为什么他就去牵扯财划法？我说托育专法是一个这么不分党派的东西，你还可以去炒这个财划法等等的政治口水。我觉得目前这种情绪化的中央政府，常常怎么做都用高度政治化去应付这样子全国的问题。对啊，就是港口不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嘛？对，如果要填海的话，那是中央啊，地方呢，台中市不能说来，你们都到台中港去盗土了，那这也不行啊。继续再回来。好，台南市陈亭妃被提名了因为民调赢了嘛初选赢了那要团结很重要所以呢说昨天陈亭妃跟赖清德呢10分热络，这10分到底只有10分钟的热络，那10分钟以后11分怎么办呢所以讲10分那陈亭妃这赖清德所以这边说呢，这个团结会不会变成一团心结有团结很重要。但如果说还有心结就很麻烦了那另外呢，陈亭妃立刻启动叫做感恩温暖铁马行，因为他当时初选就骑着铁马到处去拉票那另外呢，这个林俊宪说赖清德要叫陈亭妃签什么呢？跟郭信良切割因为民进党的台南市议员拿出一张，他们都签了20几个人，要陈亭妃也签，要切割郭信良但是郭信良因为跟陈亭妃基本上呢，他们是政治上的这个合作很久了那我也讲过，我到台南去辅选那些台南市议员呢，每一场我都看到郭信良，国民党的郭信良都来。为什么？他选那个议长也需要他们嘛。而且让我真的深刻是，那么热的天，热成那样子，穿西装打领带，哎呀，我就佩服他的耐力，我都受不了他很正式来助选那陈亭妃求大和解，第一站台南市议会，他们就要切割郭信良，跟这边这个秉持创党精神坚决要求与郭信良的关系做明确的切割那陈亭妃就拒绝了这我初选的时候搞不好郭信良都帮我那我现在一被提名我就不跟他切割，那搞什么东西呢所以呢陈亭妃不愿意陈亭妃说为什么要跟他切割？是他有案在身，那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人也有案在身呢，我是不是跟他们都切割呢那另外呢说，当然也有人讲说郭信良要选立委来
补他的陈亭妃的缺，那就会去影响到其他想选立委的民进党人了。陈亭妃说他不适合，没有这个选项，他不要选立委的啊。那另外呢，所以团结会不会变成这个心结？然后陈亭妃林俊宪之争还继续延长，而没有真的能够和解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原来是一个茶壶内的风暴，我们自己的风暴会不会因此爆炸开来啊？那另外呢，高雄赖瑞隆初选胜出，徐小新就算，这是民调奇迹耶，打3个不同的民调机构进行4小时半，就做出1200分的民调，这效率这么高哦，通常呢不会有这么高的效率的。那柯志恩说呢，他要办最强母鸡来带国民党的议员去这个选举，但是柯志恩说民进党还要整合了哦，民进党有4个候选人都算强的，那现在赖瑞隆出现，其他人是不是真的来整合来帮他？柯志恩认为说，看起来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陈亭妃动算，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亲自为陈亭妃系上竞选背带，全程微笑并喊加油。毕竟自己的子弟兵林俊宪落败，在他们的县市里面都拿到最高票，如果当选之后，一定可以无缝接轨。有别过去提名记者会，赖清德会一一介绍参选人，这回或许把时间留给主角。感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赖清德主席奠下了非常好的台南基础，我们要翻页、翻页。再翻页，赖主席听得认真，频频点头，不时也露出微笑。陈亭妃更喊话对手林俊宪，台南已翻页，会如此强调，因为要交棒的现任市长黄伟哲初选也不站在他这边。跟亭妃以前选举过但是这个就是民进党。意思是往事先摆一旁，但两人没有太多互动。毕竟陈亭妃想团结地方，20号去拜会挺宪派议员，却因为不签3点协议，拒绝切割郭信良，双方隔空开杠。牵扯光电弊案啊，那个贪污案的郭信良，身为一个市长候选人，不应该再跟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关系吧？你有，那主席一定叫他马上签吧。你要切割任何一个人，我要问的是。那人要怎么切割？也不用签下这3个字，这个好像已经互信程度就不够了。但党内不止这问题，同天提名的还有高雄县市长的陈其迈，初选大力推荐邱意莹，如今要交棒给赖系的赖瑞隆。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能够接棒的。赖瑞隆委员开心2字形容交棒，赖瑞隆也2度主动握手，展现派系团结。嘉义县则同为英系交棒，民进党执政3县市母鸡正式就位。亮君，我想在初选过后当然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各个不同的初选候选人之间要彼此的整合不管在政策上面或者在地方的这些支持者上面，都要互相的支持跟修复那当然台南这边当然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过去当然在这个议长台南市议会议长的选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状况那当然我有看到台南市议会的这些议员们有这样子的表达，希望陈亭妃未来参选市长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表态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民意的展现不管是民调最后的结果，或者是现在所提出来希望市长候选人能够答应的这些承诺，我想都是呼应着民意的需求跟绿营支持者的这一些态度跟表示那现在就是有赖于这一些已经确定出现的这一些市长候选人，怎么样去整合过去的这些竞争对手，然后在今年年底的大选当中呢，能够顺利的将台南市、高雄市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城市能够把这市长宝座持续的守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台南，因为它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大家会去诟病说这个陈亭妃跟郭信良之间的关系那当然郭信良他有案在身了，那其实这当然都非常的复杂。那我想我们的支持者一直都很希望说，我们的市长候选人跟这一些不管是黑金也好跟这一些这些跟司法相关的，甚至跟贪污相关的这些弊案来说，真的是希望能够呼应选民的期待啦。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的市长候选人也都要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清廉勤政的立场，才能够获得原本既有绿营支持者的支持，以及接下来更进一步去拓展非绿营的选票。金辉。
今天看到这个陈亭妃、还有赖清德以及陈其迈、赖瑞隆，他们4个人的表情管理真的是很厉害。不过在台南这一局，我们看到他们初选的时候就已经杀到刀刀见骨，结果初选后还继续在闹，我们就会感觉这个好像民进党真的把台南当成他们的禁臠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推什么西瓜都可以啊，都会赢啊，所以我们到初选以后还是没有办法展现出团结。那我们去请陈亭妃签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下马威嘛，他就是告诉你说，你想当选的话，你还需要我们的帮忙啊。那我会觉得说，陈亭妃现在不愿意承诺，他不想妥协新潮流的利益，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被扯后腿，因为我越想越觉得像柯志恩或者是谢龙介委员，他们2个是不分区的，那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大恶霸。但是呢，如果我是林俊宪，我可能就会想，如果陈亭妃当选就做8年，但如果谢龙介当选，我就可以去罢免他。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可能在心中的盘算。那今天柯志恩最近有个民调非常的好，他已经赢赖瑞隆，就表示说我们高雄这些候选人，民进党他们在初选的时候，不管是动用司法啦、抹黑啊等等，都已经造成一些内伤了，赖瑞隆才会这样子落后柯志恩嘛。那这个民调其实也真的很奇怪，我已经接到其他民进党候选人的办公室跟我爆料说，他们的确在民调这边是有被弄到。对，因为那个他们准备好的这个答题，跟后来民调的这个问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最后就以些微之差落败。那柯志恩今天有站出来，带着我们高雄所有议员的小鸡，说要做最强后盾的母鸡。那我也相信，不管他们出谁，我们就是一定会翻转台南跟高雄。来这个洪伟。哎呀，其实那时候民进党高雄民调其实真是一个笑话嘛。那时候包含连许智杰每一个人都是碾压式的，都赢柯志恩50个百分点以上哦，都是赢这么多。可是你今天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检验。那现在做出来的民调反而是柯志恩去领先。这个赖瑞隆好6点多个百分点，那是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民调到底怎么做？是不是大家都不接电话之后的话，就整个崩盘了吗？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今天台南他们本来想要整合嘛，就是陈亭妃去见邱丽丽这些人，这些人他原来都是不支持陈亭妃的嘛，而且是跟陈亭妃有仇的人，因为当年他们选议长的时候有恩怨。那这个整合上是真的非常非常丑，这根本就是整合破裂，完全整合破裂。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你既然让他写一个这个什么切结书，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跟郭信良切割，那你这不是摆明了是要去打脸陈亭妃吗？那陈亭妃也奇怪。要是我的话，我就跟你说，我好好切割，我管你去死了，对不对？我要不要切割，你也管不着我。可是他就说，我就是不要切割。你看，这不就是互相，即便选完之后，仍然是决裂的状态。大家看到那个新闻画面很难得，赖总统跟陈亭妃终于愿意同框了，因为过去在社群上面想方设法就是会切掉陈亭妃。那现在陈亭妃出现，但看起来又是延长赛。赖总统说不团结一定输，大家以为好像是说不团结支持陈亭妃一定输，但是透露的意味好像不团结在我赖清德之下，你一定输，所以才会有赖系的这些议员逼着陈亭妃说你要去切割郭信良，但切割郭信良就切断了，等于切断了陈亭妃长期以来结盟的手脚嘛，所以就让他陷入了两难状况。南轩。就民进党向来到了最终都会团结啦，但这次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最后要团结，过程应该也是波折不断啦，因为我觉得看来这里面签的那个。